没事。没想到长公主这里玩的这么刺激啊！早知道我就早些来了。素国公，圣上令我款待学子，有你什么事？长公主若是只娶没有剑族的剑，那就没我什么事。可惜你要娶剑族，你身边那些内官做不了主，自然有人会来通知我一声。看来你是诚心与我过不去。怎么敢？我奉命护宫宴安全，酒后余兴也就罢了。沈学士倒是大义凛然，敢说一句不计生死。可这万一真出了人命，我该怎么向圣上交代呢？也就是说，你一定要扫我的兴。公务在身，长公主若想尽兴，大可请旨圣上。只要圣上点了头，我就让人开了武库，给长公主调足了剑族，陪长公主杀她个血流成河。素国公这么忠于职守，我可要跟成王好好说说，让皇兄也好生关照一下素国公的公务。愿为成王分忧。多谢苏国公。你以为你出师了？对不起。圣上让诸位开怀尽兴。抱歉了，沈学士。无碍。阿离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杀了他。薛芳菲，我碾死你，就像碾死一只小蚂蚁。江离，抱歉，我刚才感觉你像是要跌倒了。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出来透透气。你别太往心里去，长公主确实太过分了。况且，你是江相国的女儿，她不敢拿你怎么样。我陪你走走。我们还是先回去，让别人看到我们单独在一起也不好。是我失礼了。叶兄，刚才去哪儿了？来，喝酒，来喝酒，喝酒！哎，快来吧！来呀！
姐姐，你刚才在长公主面前勇气了得，妹妹想给你敬杯酒。四妹，我不胜酒力，现已足量，不能再喝了。四妹和我是姐妹，关系不同寻常，不如我以茶代酒。二姐，以茶代酒，可就辜负了我想和姐姐相好的一片真心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二姐，四妹，我的头有些晕了。那快些坐下吧。竟敢私下幽会，看我不揭发你们！一张纸条又能说明什么？这里有几间茶室，是丽妃娘娘特意安排给你们休息的地方。叶员外，你先在这里休息片刻，奴才去添点茶点来。叶世坚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你没喝醉？我叶家是生意场上的人，胡伦酒自然没少喝。今日那些来敬酒恭贺的人，有人是来敬酒，有人分明是想浑水摸鱼。我酒量并不差，加上今天喝的不多，只是装醉想看看对方什么意图，然后就被带到了这里。那你方才……我只是看你昏睡着，想把你叫醒而已。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该说你聪明呢，还是说你傻？孤男寡女，能有什么意思？自然是想让我们酒后乱性。你别乱说！我只是想把别人的打算告诉你。那他们这么做，
是为了撮合我们。你还没有明白吗？对你下药，为了让我们通奸，进而毁了我的名声，也彻底毁了叶家的仕途。毕竟你刚被圣上任命为户部员外郎。那他这是要一箭双雕？是，你没有上当，我也没有上当。倘若我今夜真的醉了，你当如何？无事，真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刺伤你，然后离开。别人只会认为是皇宫里进了刺客。你当真想着去守？我这么说，也许有些自私，但你没有经历过，你不会懂。失贞之后，千夫所指，任何人，哪怕是卑鄙龌龊之人，都能肆意的羞辱你、唾骂你。纵使你有千般委屈，也无处诉说。你是我表哥，伤你我自有愧，可我此生绝不入那地狱。你去哪儿？外面的人都已经走了，不走，等着被捉奸吗？可是你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立刻就会知道计划失误。我会找地方藏好，你也快去找个地方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，没想到你心里果然有我。丽儿，我是真的想娶你。你果然是有带刺的玫瑰。肃国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里，难不成跟着你去看你们孤男寡女酒后乱性？你又监视我？我奉旨护卫宫城，你们脚底下踩在哪块砖上，我都知道。为什么要杀沈玉荣？我没有。你忘了，你的剑是我教的。今夜人这么多，绝不止一个人对你身份生疑。此事余浪不小，你怎么游出来？你能不能先放手？不能。刑部还关押着一个人，你们手里互相拿捏着对方的性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此时有另一人的手伸出，你都知道什么？你以为只有你能玩弄我吗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奉旨办案走司法道这么多年，刑房进得多，刑罚也见得多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挨得过大刑加身。阿里，你今夜太冲动，竟敢当众说出仰慕他沈玉荣，剑无回头路，托公的手你难道就不害怕吗？你不就是回头路吗？我的路是那么好走的吗？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没想好，不过这是你欠我的第3个人情，我要的多，等你给得起的时候再说。肃国公，宫里的人都踩在哪一块砖上？你真的都知道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
我想知道，沈玉荣和长公主踩在哪一块砖上？你都已经猜出来了，还问我干什么？你不是问我今晚为何如此冲动吗？我不是你，没有那么多眼线，我只能拼上自己的一条命，去搏一个真相。对你来说，真相就那么重要？胜过我的性命。姐妹们，我们已经吃席很久了，不如出去走走，赏赏月。好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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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！是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走，走。我有些口渴，我们一起饮杯茶吧。好啊，我刚好有点口渴，我也一起去。走。人呢？对，他们喝了药，应该走不远，一定去了别的地方。我们过去坐吧。这茶桌太小了，我们人多有点憋屈，不如再走走，去其他茶室看看。嗯，好。哎，你看啊，这边的花也开了，真好看。一会儿等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再去那边转一转。好呀。我们进去看看。二姐，二姐。天哪，这不是江若瑶的未婚夫吗？放着嫡女不要，跟那江家的庶女在一起。怎么会是你？若瑶，方才我喝多了。三姐，我也喝多了。你给我起开！贱人，你竟然攀我未婚夫的床！九公子，救我！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你这个贱人！他们贱人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贱人！你说你晚上擦，早上擦，中午擦，擦，你除了擦药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干吗？大事儿做不了主，小事儿又遭人排挤，我们在这家里是受了多少的委屈？你看女儿的脸都毁成这样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只会擦药吗？我们活该被人欺负，贞洁没了，脸也毁了，我们就应该忍气吞声。若是狗被咬了，也得汪汪叫两声吧。够了，都出去。女儿啊，我们的命真的好苦啊！娘，我不苦，我要嫁给周公子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周公子是你三姐的未婚夫，你看看你父亲这个身份，这事儿能轮得到咱们吗？现在这时候你要嫁给周家，那真是往死了逼大王。
到时候咱们全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的脸被江若瑶毁了，清白被周艳邦毁了，不会有哪个正经人家要我的。难道我还能在家待一辈子？还是爹要把我送到真女堂？你说什么混账话！事到如今，爹娘却还是只知道一味的责骂我。你们眼看着江若瑶是大房的女儿，叫我处处矮她一头，任她羞辱作践。我猫只要活到现在，眼看那江离都相过3品之家。你们为我筹谋过哪一出？如今看我先了他江若瑶一步，压了他一头，大房还没闹僵过来，父亲先来践踏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周公子？女儿啊，你这是自甘堕落，你不但断送了你自己，还毁了我一门的脸面，你怎么能怨父母没给你筹谋呢？不然能怎样？我只是个庶子的女儿，我也想我爹是当朝中书令。你。平时见你对女儿不闻不问的，今天你耍横了。我觉得女儿说的没错，就因为你是个庶子，前后都矮个一头。他大房到底是个什么呀？庶子，我是庶子好了吧？都怨我。你振作点儿，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呢。当务之急，咱们现在得想个办法，把这个难关渡过去。在劫难逃，江若瑶这门婚事算是毁了。你知道大房为了这门亲事，他费了多少心机？我们能好好的在这儿，那是因为人家还没有杀过来。我看未必。你瞪眼干什么？男女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啊？是他们侯府的公子对我们女儿用了强，我们还委屈呢。他季舒然凭什么不给我们做主啊？让他江若瑶把我们女儿的脸毁成这样，我还要打到他那儿去呢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可就消停点吧。就算这次被混过去了，那大哥也不会让若瑶跟玉娥共侍一夫的，大嫂也不会善罢甘休啊。那是以后的事儿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咱们的玉娥和江若瑶对立起来。只要他们俩有共同的敌人，这事就好办多了。你是说江离？孙妈妈，哎，去安排人把这里都清理了，然后给他换套新的。是。闹够了。我当他是条忠心的狗，再怎么着也不会抢人饭食，这才处处带着他。没想到，竟然从我身边抢人。母亲，你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吗？你还觉得你错的不够？我哪里做错了？就算你恼怒江玉娥爬床，也不应该当着众人的面划破她的脸，带回家关上门，自然有千百种法子折磨她。现在江玉娥破相了，你父亲在家是当家做主的长子，在家外是宽厚仁爱的相国，他已经没脸没皮了，索性在你父亲面前哭死过去。咱们还得去救。你以为你一时出了口气，哪里知道是给他留了余地。他已经是一条死鱼了，但是就这么1寸，就能给他翻过来。是他先勾引我未婚夫的。证据呢？如果是他咬死周艳邦轻薄的他，你怎么说？所以事情变成这样，成了我的错了是吗？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别人毁掉我的婚事吗？你和周家的婚约已经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。你爹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嫁过去周家的。若是你撒泼打滚的非要嫁过去，周家断然也是不敢来娶的。你接受也好，不接受也罢，这就是现实。报应，一定是报应。
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你的话，去陷害江离和叶世杰，我就不会遭此报应。自己的事情办不好，还有理了？你觉得单凭江玉娥自己能做出勾引周艳邦的事吗？你跟周公子订婚不是1、2天了，如果他要勾引，为什么不早勾引呢？母亲的意思是说，他被人利用了。现在你跟江玉娥闹成这样，你觉得在这个家里面，谁最开心？江离，婚约没了就没了，娘亲自会再给你找更好的，但是这笔账，必须要跟真正害你的人狠狠算清楚。袁白也来了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现在就说吧。大哥，你罚我吧。都起来说话，这成何体统？玉娥她坏了若瑶和周家的婚事，都是我教女无方，我对不起你们，该罚。你们这昨天闹得也太大了，那是皇宫，不是自家后院。我明白夫君为何生气，出了这样的事，若追究下来，的确是我们2家的大祸，他们也的确太不像话了。可如今，圣上不也没言语吗？那是他们命大。昨日之事，我和宁远侯夫人有个私下的默契，这毕竟2家都不好看，他们也想将此事掩盖，风言风语是挡不了的，但横竖不会再出什么大事。我今日在朝堂之上，百官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嘲笑。元兴啊，若玉娥真对周公子有意，早点说出来不就行了？何必做出这丢人现眼的丑事？子不教，父之过，请母亲责罚。还有你教养出来的好女儿，竟然去伤害自己堂妹的脸，这等恶名要是传出去了，谁还敢上门提亲？母亲，此事确实是若瑶不对，但她与周公子自小就感情颇深，冲动之下失了理智也是常情啊。若不是玉娥犯错在先，若瑶也绝对不会这样。说1000道1万，都是玉娥的不是。我今天把玉娥带来了，要打要罚，全凭大哥处置。若瑶和玉娥平时相处的不错，我们与周家走得近，这也不是1、2天的事。因着若瑶还未发嫁，孩子们平常相处的斯斯文文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玉娥这孩子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犯糊涂？若不是若瑶亲眼看见告诉我，我也是不信的。要不是被人陷害，我们家玉娥就算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的。陷害？何人陷害啊？玉娥，还是你自己说吧。大伯父、伯母，我本不胜酒力，可宫宴那天，二姐一直在灌我的酒，等我喝多了头晕想休息，二姐就搀扶着我，说是带我去茶室休息。印象中，我们走了好久好久。现在想来，怕是到了那偏僻之地，到了屋子门口，二姐就借故离开了。我当时头晕的难受，没有多想，只想休息，便进了屋子。哪知周公子也在里头，也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把我认成了三姐，然后就……我当时慌得六神无主，尽力挣扎，却是酒劲未过，身子无力，到底抵不过男子蛮力。后来三姐就出现了。这若是偏僻之地，若瑶为何会过去？我不敢妄说。玉娥，你快说呀，玉娥！但说无妨。我是后来听别人说，二姐把我扶到茶室以后，转脸就对三姐说她找不到我了。三姐担心我，这才心急忙慌地找到茶室来，然后就……竟有这样的事！怨我，终究是怨我。若我知分寸，就不该在宫宴上借二姐递过来的酒，也不会酿下如此滔天大错。把江若瑶、江离都给我叫过来，两家人当面把事情说清楚，是谁的错，
绝不姑息。那日宫宴太过凶险，好在姐姐有防范，最后所查之事也算顺利。出乎意料的顺利。姐姐，只是那个人是长公主，恐怕以后更加难了吧？我本来以为面圣会是我的一次机会，挑破一层帘幕，让他早来见我。可我未曾想过，竟是殿下才一声令下，无人敢不从。姐姐，你不会同情的沈玉容了吧？杀妻本就是一件罪不容诛的事情。同情？他不配。姐姐，那我们日后打算怎么做呀？娘子，主君让二娘子去一趟晚凤堂，说是有事要问。姐姐，这个时候来传话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反咬一口的人醒了。离儿，昨日在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父亲，昨日离儿喝多了，不知父亲想问何事？你少装蒜，江玉娥和周彦邦的事情，你说清楚。三妹想问此事。昨日我被四妹灌了很多酒，有些醉了，四妹便扶我去附近的房间休息。周公子和四妹的事，我也是今日醒后才听说的。你胡说！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若不是你暗中搞鬼，四妹怎么可能刚好进入周彦邦那屋？怕是你暗中谋划，故意把四妹引到那儿的。对，我是进去之后才知道周公子在里面的。说来也巧了，四妹扶我进房间休息后，不过片刻，另一个人也在内官的引路下进了我的房间。三妹可知此人是谁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是叶世杰。他也是饮多了酒，想要找地方休息，可不知为何会被人带到我的房间。不过幸好，我们二人虽然酒醉，却也知道男女有别，同在一屋，于理不合，随后便分别出去了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了一件趣事：三妹推开周公子所在房间的大门时，还未曾见到人，便开口喊了一声“二姐”，此事又是为何呀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当日跟你同行的几个学子可都听到此话了，三妹怎么突然不承认了呢？其实情急之下喊错人是很正常的，三妹不用这么紧张。父亲，我进屋后不过半盏茶的功夫，叶世杰就进来了。随后我们各自分别回席，叶世杰可以证明我没有时间把四妹送到周公子的房间。叶世杰是你表兄，自然是向着你说话，说不定是你们串通一气。我倒是把你忘了，你说是我把你送到了周公子的房间，可他欲对你行不轨的时候，你为何不喊救啊？宫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你若是一直喊救，事情未必会闹到如今的模样。那是因为如果我出了声，被人撞破，怕是会影响三姐和周公子的名声。三妹，感动吗？四妹可是宁可毁了自己的清誉，也要护你和周公子的名声呢。你们两个可真是姐妹情深啊！梨儿，你就别再刺激你妹妹了。出了这种事情，她心里比谁都难受。我也替妹妹难受，可未曾想到这一切的脏水泼到了梨儿身上。女儿为自己辩驳几句，都不行吗？
你不要再狡辩了，明明就是你泼我们脏水，说不定叶世杰在碎尸时就和你暗通款曲，所以你才把他当挡箭牌。你可以不信叶世杰，总不能不信肃国公吧？有他什么事？回父亲，因为是四妹将我送到了房间。梨儿离开时并不知道回去的路，恰巧碰到了肃国公，是肃国公将女儿送回了前殿。父亲想好好为三妹讨个公道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把我推了出去是小，若旁人知道我们江家姐妹不和，无凭无据便可重伤彼此，也不知会生出何等险恶居心，还望父亲三思。江离，你少装蒜！若瑶，国父明察呀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的命好苦啊，伯父，我这辈子该怎么办？我女儿以后该怎么办？够了！此等家丑，你们有何脸面争吵？传扬出去，让人知道一族姐妹互泼脏水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木已成舟，是非对错有这么重要吗？你们就不想想，四丫头现在被毁了容，这今后怎么办？三丫头她未婚夫做出这种事，这以后怎么办？母亲责备的是，孩儿处置不当，我这就和三弟三妹商量如何解决此事。你们出去商量，不要在这里吵我。是。二丫头，你留下来。玉娥和周公子之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最疼爱梨儿，梨儿不会瞒祖母。昨晚，周彦邦给了我一张小纸条，我不予理会，又恐旁人知晓，梨儿便收在了身上。想着宫宴结束了再做处理，直到我听说四妹和周公子的事，才发现梨儿身上的纸条不知何时消失了。还真是不知轻重的丫头。起来，你可知错？梨儿应该藏好纸条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我说的是你的错处。祖母，忘了祖母怎么跟你说的？祖母告诉我，在宫里要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姐妹，遇到任何事，不能自己心里委屈，要回来告诉祖母。你是怎么做的呢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只能让人先一步提盆，泼得你满身脏水，事后再来澄清，再和那个泼水的人好一通你死我活。偏偏又都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到头来，这委屈你还得咽下去。祖母，你是不是还信不过我这个祖母？梨儿不敢。以后不管什么事，你都可以告诉祖母，我不是那种是非不分之人。不过这事儿不能不罚，罚你回去抄佛经10遍，三丫头、四丫头那边也罚他们抄女戒20遍。梨儿认罚。爹，你为什么让我体江玉娥？她什么身份？她怎么配得上我？怎么，你现在心里还想着要娶那个江若瑶是吗？爹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去给若瑶道歉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原谅你？爹，居然闯下如此大祸，大难临头了，你到现在还不醒醒？你以为你真的能娶那江若瑶吗？你好好看看，江家的退婚书都发到咱们府上了。江玉娥虽然是庶子之女，可事到如今，倘若她身子没个着落，人再糊涂一些，弄出人命来，到时候圣上震怒，单不说江相国会不会罢休，祖上所有的功勋、爵位什么都留不住，明不明白？爹，可是我告诉你，
你怎么带江玉娥那是你的事儿，但是她因你而失节，我们周家必须给她名分。路都给你们铺好了，结果你们偏偏走到岔路上，让别人钻了空子。妹妹教训的是，日后我必定会好好管束若瑶。这江离只要还在江家，以后还是会有办法对付的。若不是我在圣上面前打了圆场，怕是此事没那么容易了结。妹妹辛苦了。最近有动静了吗？我听太医说，再晚几年就不好了。可是父亲让你来问我的。没有，是我自己糊涂的想法罢了。倒也不是什么糊涂的想法，这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。我现在上了年纪，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听说天象寺的菩萨慈悲，我准备去清修一段日子，调理调理身子，也修修子嗣的福气。若是妹妹要去修佛，我倒有一事相求，就看你怎么想了。说来听听。你不应该顶撞婉宁的，你应该先来报阵。我若再迟一步就晚了。满城尽知的长宫宴，沈玉荣绝不能死伤在那上面。婉宁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，你别以为她不会动你，她可能早就想动你了。那最好了，我倒想看看，她会以什么方式动我。不排除弄死你。我会小心的。萧恒，若是你没了，朕身边就再无可信之人了。陛下，心腹本来就是用来干脏活的，磕碰难免。但放心，死不了。殿下，真女堂的堂主昨夜被押送到了千里之外的惠城关押，暂时还没有音讯。下去吧。是。梅香，送去李家。是。沈玉荣，你到底在别扭什么啊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竟然敢当众拆我的台！殿下不觉得自己有时候太荒唐了吗？那是圣上的赏言，若伤的不是我，是任何一个学生，殿下必遭圣上责罚。殿下就算再不喜欢江离，也不能伤了自己的体面。你竟然敢顶撞我！来人！算了，这不就是殿下想要的吗？我想要什么了？你想让我死？你胡说！婉宁，不要再为视那个江离把自己抱于险境。我护不了你几次，人我已经杀了，我甚至去了青城山，去到了埋他的地方，亲眼看到他的尸体就埋在泥里。可是你不觉得真女堂那几个人莫名其妙就不见了？这是有蹊跷。那又如何？我在殿下身边。不如殿下告诉我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安殿下的心？好了好了，你的样子真可怜。我今晚就不罚你跪了，你好生把伤口包好。今晚我给你擦身子。陛下，
这是又聊国事聊到了现在啊。唉，对啊。所以才要到爱妃这儿放松放松。来，臣妾给你好好按按。唉，陛下，臣妾过几日想去天相寺礼佛一段日子。怎么突然想去那儿了？臣妾是想起了夏太后，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夏太后都会去天相寺小住祈福。如今，臣妾也想去看看，顺便尽尽孝心。爱妃有心了。母后走之后，也只有你爱往朕那儿去了。要是没有你啊，朕可能就再也喝不到母后爱做的酒酿丸子了。陛下还记得呢，臣妾是最喜欢小孩子的。那时候，陛下愿意亲近臣妾，对臣妾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慰藉呢？路字，路，这个是光。江离，光。我知道你心情很糟糕，所以我给你带了我最爱吃的点心。谁说我心情糟糕了？还和我装？晚凤堂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接下来你的日子可算是难过了。大郎君，你怎么老说些风凉话？他说的也没有错。之前和他们再有矛盾，面上还是过得去。昨夜之后，彻底撕破脸了。江离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去陆阳，叶家。对呀，我怎么忘了呀？你还有一个富可敌国、腰缠万贯、富甲一方的外祖家，而且现在叶世杰刚得圣上钦点，补了户部员外郎，叶家现在是仕途、商道两路皆通。如果你真的可以跟叶家重归旧好的话，别说是伯父，就连祖母也会对你另眼相看的。你为什么突然要去叶家呢？在京城，你现在可是名声大噪啊！就这样走了，岂不可惜啊？苏国公，我人已经来了。你派人传信说性命攸关的大事是什么？丽妃想带你出去礼佛。多谢。你唱的这出戏，入戏的人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为了不让这场戏潦草收场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丽妃是圣上最得宠的妃子。有所耳闻。下一出准备唱什么？避其锋芒，不急于一时。我看你是觉得叶世杰对你不错吧？要不然你怎么可能现在就愿意和叶家重归于好呢？那个叶世杰人品是不错，长得嘛也算出众，虽然和我比呢还差那么一点点。哎，如果他能一直保护好江离的话，那也是极好的。而且要我说，他们俩经常在一起的话，就方便你对柳絮下手了。江离，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俩是一辈子的好兄弟，不可能看上他的。你干嘛？江景怎么可能看上他呀？哎呀，干嘛呀你们？你们这样说我很害羞的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姐姐，我家娘子之前和叶家撕破了脸，现在你独身去求和，我怕你会受委屈。正因如此，我更要去。想必这也是江离的心愿。我想去帮他获得叶家的谅解。姐姐，你对我家娘子真的太好了。其实我也有自己的私心。我记得陆阳离怀乡不远，如今江离的名声已在京城高扬，我也可以缓口气。我想回怀乡去看看。当时是那个人，他
他说我父亲获罪，被处极刑，恐怕当时并无人为他收尸。隔了这么久，我这个不孝女也该回去看看了。快点，柳絮和叶世杰应该早就到了，快点。好。哎，柳絮，柳絮，你怎么自己先吃了？我早就到了，等了你们好久，你们一个都不来，我就自己偷偷逛了逛。哎，叶世杰呢？叶世杰？叶世杰今天晚上应该是最后一个到。不用。那我宣布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吃喝玩乐所有的花销都由叶世杰付钱。赞成。等一会儿他到了，我再陪你们逛一轮。好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叶表哥，你此次封官，可多亏我们岁氏夺魁呢。对啊，叶郎君，所以今天你得请客哟。不好意思，有件事我忘记跟你们说了。我二叔来京城办事，过几天要回洛阳，所以恐怕不能和你们一起过中秋了。那太没意思了吧？本来咱们都说好了，谁最后一个来就要请客。你这钱没来，人也不来了。就是，太没意思了。太没意思了。各位，我是叶世杰的二叔，我今日啊来的实在不巧，扰了你们几位玩乐了吧？我这心中啊非常有歉意。这样，我在酒楼啊订了雅座，几位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不妨一同吃个便饭吧。不用了，酒楼上面哪能看得清热闹啊？而且你们述职说话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啊，好，走吧。舅舅，既然舅舅诚意邀请，我也想和舅舅好好聚一聚。好啊。哟，小妹妹，张景睿，你带柳絮好好玩，我回头再约你们。哎，这就走了？就是啊，太没意思了吧？扫兴，绝交，回家。哎，你干嘛？柳絮，我知道那边有个游戏，需要2个人一起，而且还有奖品呢。谁要和你玩啊？哎，来都来了，一起嘛！我发誓，肯定特别好玩，一起嘛！那好吧，我就玩1把，不好玩我就回家了。走了，走。早就听世杰提起过你，只是没想到这多年不见，已经出落得如此标致了。刚才喊我一声啊，让舅舅好生意外，差点认不出你来了。客官这边请。舅舅许久未见阿离了，自然是认不出。正因如此，今日团聚，我们才要好好庆贺一番。是，来，坐。哎，阿离呀，世杰这次能得圣上看重，入仕为官，光耀我叶家门楣，这多亏了你呀！昨日我一入城，就听到市井民间都在盛传阿离的美名。来，这一杯，一为道谢，二为庆贺，舅舅敬你。舅舅客气了，我岂敢一人鞠躬？这一杯该我敬舅舅。恰逢佳节，阖家团圆，舅舅为何不到江家一聚呢？舅舅此次入京，就是办点生意上的事情，世杰知道啊，所以来得匆忙，也没有提前通知江家。这贸然前去，怕有打扰啊。既是为了生意上的事，有中书令相助，岂不更方便？那是自然。只是咱们江叶两家已经多年未曾往来了，更何况先前还有些误会，如此怕是过于冒昧了。我知道，舅舅。此事说来是我年幼无知，如今我明事实理。多年我问心有愧，此番只要舅舅想，我定为舅舅斡旋。那就太好了，那明日
明日我便去拜访，可方便？当然方便。既然舅舅到江家探亲了，那我们江家也应当有所回应。回应？不如后天我和舅舅一起到陆阳拜访叶家，这样一来二去，两家也更熟络了。你要去陆阳？那个阿离呀，此事恐怕要先征得江相国的首肯吧。只要舅舅主动提及，我父亲想必不会拦着我。咱们先吃菜吧，都凉了。舅舅是只想让我牵线，不想让我回叶家。阿离说的这是哪里话呀？舅舅自然是欢迎你回叶家的。那就劳烦舅舅明日到江家时主动向父亲提一下。就这么定了。行，好，先吃菜吧啊！来来来，朋友还在等着我，我先不吃了。舅舅、表哥，你们吃好。我去送送表妹。这个江里不简单呢。你是不是一早就想好要回陆阳？叶家终究是我外祖家，这么多年了，有些误会该澄清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进宫时，我们被设计一事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。其中有我那2个妹妹的手笔。她们2个？怎么会？所以我在江家的处境，表哥清楚了。你现在还会疑惑我为什么突然想回陆阳了吗？你叫我一声表哥，那日后在京城里，我会尽我之力好好护着你。多谢。我送送你吧。舅舅还在等你，你先回去，我自己走就好。好。主君，戏楼的票买好了，今晚的戏，小桃红的《笑红尘》。你今晚还要去看小桃红啊？你就不怕那边察觉对你下手啊？依我看，咱们不管3七21，先把这戏班子端了，慢慢审，这样最安全。我是安全了，可这戏也没了。主君，会有性命之忧啊！你还看戏呢？打草惊蛇。哎，你在教我做事啊？陆基说的没错，想要钓大鱼，就得放长线。不仅要看，我还要找个人跟我一起看，把这戏做足。找人？找谁啊？要这么麻烦吗？我陪你看不就得了？愚蠢！哎，我说姓陆的，你今儿个怎么那么啰嗦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去看戏是不是？行行行，你去你去。找一个柔弱女子。开玩笑，咱暗卫啊可都是男的，女的。9月，找他还不如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呢。那就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。江二娘子，我家主君想请你去戏楼聊聊。你要是不肯去，走吧。好。文姬呢？苏国公找我何事？你能不能换一句开场白啊？苏国公又闲了。我又闲了，请你来看场戏。
看能不能抵消一个人情。请你看戏，抵消一个人情，你也太会算计了吧？若是肃国公不愿，我走就是了。抵一个就抵一个吧。还剩2个。你也算得太清楚了吧？是怕你吃亏，我时时刻刻都在算着。3种茶，任选1杯。可惜我不懂茶，只能随意选1杯，辜负了肃国公的好意。没有什么高深的，无非是苦、涩、鲜、甜。不同的人爱喝不同的茶罢了。我选了杯苦的。江二娘子明明选到了最甜的熟茶，却喝着苦，这说明在江二娘子心里啊，藏了件苦事。肃国公说笑了，或许我的味觉与旁人迥异，旁人喝着觉着苦的，或许我觉着甜呢。那在江二娘子眼中，什么是苦的事呢？生老病死，爱恨情仇，这个世上苦的事多了。爱和情，在江二娘子心中是件苦事。肃国公，你请我来看戏，不会就是要跟我聊情和爱的事吧？不行吗？不行。看戏吧。阿离果真是懂戏之人啊！我瞧你都看得痴了。这出戏看着着实不错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赏。多谢肃国公，小桃红这厢有礼了。肃国公，今日的戏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问的不是我，而是我身边这位娘子。铿锵顿挫，看得叫人酣畅淋漓。娘子是懂戏之人，怪不得是肃国公的座上宾。这位娘子不仅懂戏，还会做戏。
留活口，务必审出幕后主使。带走。是。谁欲让碎般重回花蕊？在燃烧热泪浇灌如讯飞。谁妄想收回喜怒慈悲？时间推，盼岁月倒退。一代见观众不悔，曾经沧海。多谢苏国公，这是你主动为我包扎的，不算我欠你人情。若你是算成人情，我便换人包扎。你就这么怕欠我人情？人情也是债，终究是要还的。人活着已经负重不少，欠债过多，一路掣肘。可你在情事上曾祝我前途坦荡，你自己忘了吗？你在怪我？从你将我换到这戏楼开始，说得好听，我是你的座上客，实则就是你的幌子。遮掩你身边的人，埋伏戏楼，让戏班子掉以轻心。至于你说我怪你，不至于。我这个人能对肃国公有这点用，已十分感激不尽。将京城搜刮来的不义之财汇集到戏班，用戏班四处演出作为掩护运到北境，为成王招兵买马提供钱财，这就是你们的勾当，对吗？我今日心情不好，就不和你乱扯了。谋逆是杀头的罪。陈王给你多少钱让你替他卖命，我出3倍。你不会真以为你一个戏子能当得上陈王妃吧？我烦了，陆基，在他脸上给我画个戏字，灌上哑药，挑断手筋脚筋扔出去。若是陈王还要你，我再送你3两当做路费。主君今儿是怎么了？平日里不都要戏耍半天的吗？还不动手？不用落泪。好，我说。不是都抓到人了吗？怎么觉得你心情不好啊？对，我也藏着话呀。行吧，你不想说就罢了。他们对你下了杀招，看来是你弄疼他们了。北京并不富庶，成王连年招兵买马，方库虚耗，我们断了他在中原的财路，如扼其咽喉。他们这一杀招，已经算下得晚了。那接下来你准备如何做？我预感。私盐只是其中一条财路，一定还有更大的。杀手那边问的怎么样？他给了我一个情报，说成王在潞阳暗设了一个专门训练杀手的地方，他只是其中一个。若不去倒掉，成王举事之前
你身边的肱骨之臣很有可能会被陆续暗杀掉。所以你要亲自去趟陆阳。对。江相国，小侄新任，特来拜谢。此事乃圣上恩赐，与我无关，何来拜谢？是指此番前来，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什么事都瞒不过江相国。这位是我二叔叶明轩，此番从陆阳而来，备了些薄礼，还请江相国笑纳。江相国，许久不见呐！是亲家兄弟。此次前来，为何不事先打个招呼？这个，父亲，父亲，我们正好在灯会上遇见了，聊得甚是投机，又不能太晚，我就邀请了叶表哥，还有二舅，一起来家里了。请坐。说来，你也许久未进京了吧？是，此次前来，一是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，这二来是看看我这闲职。毕竟离家这么久了，家中难免牵挂。日后同是在朝为官，还要劳烦江相国多多照看。言重了，叶氏侄才华横溢，想必用不着我提携，亦可平步青云。叶老夫人。身体可还好啊？尚可支持，只是这精神呐，一年比一年短了。这人上了年纪，就愈发思念亲人。所以这一次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啊。哦，阿离自出生到现在还没回过陆阳呢。不知江相国可否允许我带江离回去一趟，去看看老夫人呢？回陆阳吗？是，阿离小时候是不愿意，不过现在长大了嘛，我也问过他的意思，他也想回去看一看。这陆阳路途遥远，离儿刚回来不久，此时南下，不合适吧？父亲，离儿从未去过陆阳，若是父亲允许，二舅愿意带我回去。我想着正好趁明义堂岁时结束，学礼无事，我想回陆阳看看。这一路上舟车劳顿，你又从未去过陆阳，吃喝不惯吧？父亲多虑了。离儿在青城山的真女堂住的都能习惯，这陆阳不比真女堂要热闹得多呀。我听你母亲说，这几日丽妃娘娘想要带你一起去修佛，圣旨马上就要传到，在这个时候，你还是待在京城比较好。既然二丫头那么想去陆阳，就由她去一趟吧。母亲，丽妃娘娘那边可以等她回来后再去。我们让舒然去说一说，丽妃娘娘年幼稀老，定会体恤的。为了岁事一事，二丫头啊也是连日受苦，前当是出去游玩放松了。再者，从前叶老夫人也是很疼二丫头的，如今长这么大了，是该回去看看的。其实离儿先前跟我商量过此事，丽妃娘娘叫离儿去礼佛的真切用意，你当真不明白吗？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哪怕离儿真有过失，你又能说三丫头和四丫头就完全没有过错吗？你总归是一家之主，也不能偏心到这份上啊。离儿才刚从真女堂回来，又要她到山里去吃苦，舒然和丽妃娘娘多走动是好事，可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做夫君的也要替她权衡拿捏。舒然呐，私心重，难保有什么不该说的会传到圣上耳边。你做相国的在朝为官，
成天被人问及儿女家事，总归是不好的。你想想这个道理。那丫头此次去陆阳，定是逃避礼佛，想在陆阳找个支撑。由此可知，她也自知在江家没什么地位。你要趁这个机会多讨好你父亲，也在贵女夫人间游走一下，挽回自己的名声。等他回来，让他在京城彻底没有立足之地。你听见我说话没有？我跟周彦邦的婚约真的取消了吗？以后还有更好的。可是，我是真的心悦他。瑶儿，你现在还小，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，情爱是这个世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我只想要周公子。我已经帮你寻了另外一门亲事，以后不许再提他了。表哥，江离，你拿着，这个是你爱吃的，这个呢，是清热解暑的，这个放在路上不容易坏啊，你多吃点。还有我的呢，这个呢是我最爱吃的，这个呢是我娘最爱吃的，这个是我爹最爱吃的，都给你吃。路上千万小心。头儿，你们给我这么多好吃的，都是你们最爱吃的，你们爹娘最爱吃的，你们想胖死我呀？头儿，你出这么远的门，这一路上也不知道会不会缺什么。缺什么呀？叶家是商贾大户，什么都不缺。我已经嘱咐过二叔了，路上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梨儿，时候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这么早？我走了。江离，我们才认识没多久，连饭都没吃上一顿，就要分开了。上次的灯会是我的过错，等江离再回来，我把上次那顿饭补了，如何？叶表哥，你真够意思啊！啊，还记着呢。谁要你补了？我就要江离做东，因为这是你欠我的。好，我一定尽快回来补这个东道。再回这里，我定要他们付出代价。主君，根据小桃红提供的线索，得知成王在陆阳的管事是他的心腹楚兰。不过这个楚兰不常在陆阳，神出鬼没的。我问询了咱们在陆阳所有的线人，得知他有个相好，西花楼的头牌乌兰。李家呢？已经越过叶世杰，直接向叶家动手了。叶家作何反应？反应迟钝，尚不知已经入套了。叶家能如此轻松被拿捏，只能说之前的日子过得太轻松了。那我们何时入局？看来我们也要去趟陆阳了。主君，那可就巧了。我听说江家二娘子今日也启程去了陆阳，说是回外祖家探亲。领15军棍，这次又是为什么呀？浪费探子打听无用之事。主君，当初可是你让我盯着这江家二娘子。再加5军棍，顶嘴。
阿福，主人，你先回宅里告知老夫人和夫人一声，就说罢了，见机行事吧。就说我回来了。是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夫人，阿离来。夫人，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夫人。夫人，怎么回事啊？宅里人呢？主人，又有人去铺子里说要退股相断，所以夫人就过去处理了。阿离，你二舅母去铺子上处理点事儿，我晚点再带你见见他们啊。好。走吧。嗯。到了，走了这么长时间，阿离，你先进去休息吧。二舅还要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时间可能会长那么一点点。二舅，哎，你去忙你的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行，那等你舅母回来，我让她好好招待招待你。你不知道，你舅母这个人可好了。姐姐，这叶家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是不是给你下马威呢？叶家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今日天气渐凉，二郎的手炉可曾备好？嗯，记得用那红铜制的，莫烫伤二郎那酸胀的手。是，夫人。啊，让下人备点红枣，一会儿二郎回来，我亲自煲个鸡汤给他补补。我屋里藏的龙凤团茶碾了，筛得细细的，一会儿二郎回来好点茶与他吃。是。夫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张家出大事了。大事儿？什么大事儿？那张夫人在家呀，寻死觅活呢。她也有今天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张家昨个啊来了一个小野狐狸精。哎呀，这回有戏看了。哎，那小狐狸精长什么样子？哎，她吧就长得像。夫人啊，咱家来了个小野狐狸精。什么？这是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呀！叶明轩，叶明轩，你个负心汉，你给我出来！二郎人呢？刚出去了。小野狐狸精竟然敢进我叶家大门！你看我怎么撕了你！夫人，出来！夫人使不得呀！您身份尊贵，怎么能亲自去找那个小野狐狸精呢？小心着了他的道。什么道？这人在盛怒之下，最易做出冲动之事。不管您是打了还是骂了，这不就给那小野狐狸精在主人面前做文章的机会了吗？夫人，别脏了您的手，带我先去一探究竟。也对，我先回屋里等着，你去动手，看今天非撕了他不可。瞧好了，开门！给我开门！谁呀？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呀！你听见没有？你就是那个小野狐狸精的妹妹吧？你是谁啊？叫你们家主子给我出来！我问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是谁？叫你主子给我出来！别脏了我叶家的地方！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可是你们家主人亲自安排我们住这儿的。小野狐狸精，你给我出来！出去！哎呦，你这个刁奴，要想让我们走，让你家主人亲自来说。你以我小狐狸精啊？你敬酒不吃，你吃罚酒！你给我等着！童儿，方才是谁啊？我怎么听到你们在吵架？姐姐，这叶家可住不得了。方才来了一个刁奴，说让咱们走，还说你是小野狐狸精，我是小野狐狸精的妹妹。我看这叶家摆明就是给你难堪呢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先出去，等二舅回来再说。嗯。好大的威风！这小野狐狸精是仗着二郎的宠，
丝毫不把我这个当家夫人放在眼里啊！是啊，这小野狐狸精她无法无天了。夫人，还得您出马去治治这小野狐狸精。既然来了个不怕死的主儿，你看我怎么收拾这小野狐狸精。夫人，这个小野狐狸精，莫不是自知大事不妙，跟主人告状去了？小野狐狸精，叶明轩，饶不了你！姐姐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你陪我去见一个故人。故人？等等，找琼枝的吗？嗯。琼枝这会儿不在家，她现在在何处啊？你们要是着急的话，去西花楼找她吧。西花楼？那是陆阳最出名的青楼。啊？主君，这个乌兰的警觉性很高，如果提前布控，我担心他会有所察觉。如果打草惊蛇的话，楚岚就不会出现了。所以，我们要伪装成买春客，接近他，控制他，用他把楚岚引出来。那还在等什么？开始吧。主君，你觉得我们三个谁更像买春客啊？哎呦，公子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乌兰约好了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您稍安勿躁啊，那个乌兰马上就好。来，来，来，在这先坐一会儿啊。妈妈，来了一个娘子。娘子，我们这儿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想找琼枝娘子。我们的花牌娘子可是不接待女客的。花牌娘子？我并非谁的夫人来找麻烦，我找琼枝娘子是有事要打听，请行个方便。娘子，这便是琼枝娘子的房间了。你是何人？来这里的男人还能是干什么的？说来这位公子，倒是样貌出众，一身红衣，看上去比乌兰还要娇俏几分。现在乌兰还没来，不如同我一起入座饮茶。你能认出我？我查案这么多年，没有伪装可以逃过我的眼睛。琼枝娘子，
娘子寻错房间了吧？娘子想听曲儿还是想喝酒啊？有的客人玩的大，是会这样的。苏国公，你还真相信小桃红会给你情报啊？既然你知道小桃红，那我此行就不亏。